好，这个有声音了吗？有声音，好，声音出来了吗？好，声音出来了吗？声音有了吗？好，声音有了吗？好，声音有了吗？哦，老师已经把声音开了哈，刚才好像没有调整好。来好，那老师先说一下好，那我们这次的2025年的一个流年哦，它已经我们开始公布了啊，包括老师的朋友圈、Line，还有我们的这个直播视频下方都有我们的报名链接。那这一次老师做的比较特别的，老师有做了比较多的一些创新啊。第一个就是说，老师会跟各位讲大运啊，大运啊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5年到10年的大运。好，那老师会告诉你，你现在走的是哪一个大运？因为大运就是你大环境啊，那个大环境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不然的话，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自己的大环境啊，不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你自己大环境不好的时候，那你去做什么事情是很有限的。那这个当然是流年，第三个是黄道12宫哦，那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你个人的4大运哦，个人4大运包含了事业、财运，还有人际关系跟健康哦，这些东西老师在说明页面都讲得非常详细，我们这边就不浪费时间了哈。那但是老师只能跟各位讲哦，老师这次的流年呢、做了很多的一些粉丝朋友啊，哈，还有一些老客户给老师的建议，我们做了比较大的修正啊，这些修正啊，相信有大家的建议啊，老师做的事情会更贴近大家的需求哦，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中华队有没有赢日本？我不知道，已经打完了吗？我不知道哦。这个刚才那个金英老师跟我讲是说，我们那个小孩子的老师啊，哦，最小女儿啊，她老师说，只要中华队赢了，她就可以不用写作业。现在很多的那个加油宝宝，帮他加油。好吧，那我希望他真的能够得冠军哦，然后这样后我小孩就不用看作业，不然金英老师每看一次作业，他就要多老3岁了。好，来。记得哈，那不用写作业了吗？哦，OK，好，大陆可以报哈，我们大陆都可以报，我们有支付宝跟微信的报名的渠道哈，都在老师的这个页面里面，也可以用支付宝付款跟微信付款，只要能收钱的，我从来不会让你付不了钱，好吗？开玩笑，这我吃这行饭的，我还让你报不了，还让你收不了钱呢？没这回事，你有钱，我有技术，我们就可以成交了。哦，希望这个赢日本哦，这个真的真的是有这个冠军也不错啊，我们台湾的国球嘛，这很棒的。哦，那有朋友说那个最近议员明年有类似新冠的瘟疫啊，针对肥胖人的怎么看？那针对我的嘛，对不对？你就说针对我就好啦，是不是？讲那么隐晦，就是我啦，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啦，对不对？好，那个因为不会打不开哈，你要复制，你再到人家微信里面看，跟朋友圈看老师的，你要把它复制出来，然后呢到浏览器贴上去，你不要直接微信打开啊，那不能直接微信打开，好吗？然后这个方法很重要，老师明天再发一个公告给各位哈，那个真的是你那个要在那个复制出来哈，在浏览器打开，不能在微信打开，微信它不是微信认证的网页，它是不会让你开的啦，好吗？这老师明天再发一次朋友圈，但是位置是一样的，好吗？就类似新冠疫情啊，所以我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有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这可能还会有一个类似新冠的大型瘟疫在世界上蔓延。那这个老师不意外了哈，因为毕竟嘛，现在这个人口就很多，资源变少了，那地球又暖化了，那暖化的话，你会释放出各种不同的病菌出来，所以是说啊，你再兴起一个类似新冠的这种变种病菌啊，我觉得不奇怪了，我觉得是不奇怪了，但是比较大的瘟疫啊，就是濒临的半数人口左右的那种超大型可能会死亡的，我估计还是60年了啊，50-60年了。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可能会加快一点，但是基本上50年至少都还要看到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其他的一般流行性瘟疫啊，大概我们现在的科技应该都还可以去做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AI 啊，其实进步的很好。现在 AI 它可以帮你去试那个抗生素，还跟你试一些你过去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去实验的结果，AI 自动给它参数之后，它自动给你用不同的状况给你去实验出来的答案，好吗？这个其实大问题不用担心了。针对肥胖人的，那我减肥可以了吧？都好，好不好？好，那就到我们的一个直播的主题哈。其实现在这季的世界局势啊，变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各位可能觉得是说我们日子跟昨天跟今天是一样的，今天跟明天应该也是一样的。其实各位，老师必须跟各位讲现在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什么时候爆出了一个世界大战，这个是很不好说的。我们可能哪一天就发现到有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消失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这个地方大概不会是在中港澳台啊，这个比较难因为我们亚洲啊，包含了日本、韩国、台湾澳门、香港、中国这些比较泛黄种人的地方基本上你要让它任何一个国家消失在世界上其实基本上你有大陆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实力就是可以就是这么横站在这个世界上走。你要去欺负的周边任何国家，对它都是有影响的。
唇亡齿寒的道理不就中国发明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各位请放心。但是世界大战的状况，其实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它一发生世界大战我们的民生、经济、粮食、医药还有一些能源肯定就是会不够。各位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些欧美国家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煤炭或是一些石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状况之下，你就算靠中国大陆自己它的本身的发电量也不足以支撑他们自己国家能够使用的，因为他们还是向外面需要购买能源。所以中国现在两大软肋，我们之前在直播中跟各位一直去讲，它两大软肋不是 AI 也不是什么晶片，它最大两大软肋就是能源还有粮食，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够的。当然有人说那个袁隆平的那个老先生他制造出来杂交水稻这个事情，我们之前讲过了，它是可以种出来杂交水稻，甚至中国还有海水稻，但是就是不好吃不好吃，它能吃但是不好吃但是它也没到量产的地步，而且量产你需要经过春夏秋冬，你也不是说我今天种了明天就可以有粮食吃，这也不是，对不对？那包含他们的现在红薯那什么酸辣粉里面都不是粉，那现在那个良品铺子那件事情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答案，就是说它符合规定，符合什么规定啊？你那个不是红薯粉，不是甘薯粉，那什么粉都不是，你告诉我那是什么粉没人敢讲，对不对？所以中国其实还是很大的地方是在于他们自己没办法管好他们自己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机器这个不要说他了，其实每个地方都很难去管理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讲到就是什么，讲到川普川普这件事情最近在全世界闹得是沸沸扬扬，他这个人可能会导致世界大战的产生各位不要怀疑。世界大战如果要打，跟川普一定是会有关系，他一定是决定世界大战引发的那个人，他不见会参与，但是他会让其他人面临到一个灭顶之灾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选情我不能讲讲了大家觉得我在反川没有有些事情我之前不能讲，那现在可以讲了没差。就在开始之前，老师要引用一个名人的一个语录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知道托尔泰斯吗？托尔斯泰他是著名的俄罗斯的小说家，他曾经写过一个《战争与和平》听过吧？这个总会听过的，我相信大家人文素质都很高。《战争与和平》这本书，它里面有一句话，老师最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深刻的他这里面讲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宗教信仰，要让我从你的行为之中看到你的宗教信仰。”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跟各位重复一次，他是说你不要告诉我你信什么的，你信佛信什么都一样你信什么神。不要告诉我你神多伟大，但是你常让我从你的行为里面看出来，你到底是信奉什么样的宗教，你有什么样的理念。所以说，在我们的中华民族里面我们一直说儒释道儒释道这三个显学，对不对？儒家还有这个佛教跟道教。事实上儒释道里面发展最不好的是什么？是道家道家为什么发展不好呢？因为道家就是我看懂了，我看破了，那你要承认那是你的事情，那我自己就好过去了。说道家其实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派，然后包含了荀子或什么的，都是一个还不是荀子就是那个什么列子什么的都是很重要一个道家理念。但是呢，包含了吕洞宾，他也是我们的道家的一个先贤，而且他是科学家嘛。但是为什么发展不好呢？就是因为道家它是一个理念，然后他不会去勉强别人，他会付出自己，但是他不勉强你，他不会告诉你一些你去相信一些明明达不到的事情，他会劝你去相信这个是传统道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很少看到道家怎么去招纳信徒，很少，有的话他一定是邪教。我说白了吧，有的话他一定是邪教。为什么？因为道家的心胸就是怎样，你要信就来，你不信就拜拜，对不对？这个反正以前看到一个网络上一个段子的，对不对？那个什么人遇到恶魔的时候都请上帝救救我，是不是？道家不是，道家是说，我派天兵天将去收拾你，是不是？好，我叫别人去揍你，我不叫救我，怎么找人揍你？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状况来看尤其放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就算他们说再高贵他们的行为已经不在于他们神所制定的这个道德标准里面。我相信大家是可以接受公平的。你滥杀无辜、滥杀妇孺、孕妇、小孩，你不断的去厮杀，甚至把儿童变成人肉炸弹，这个是那个民族做的事情。毕竟这个平台他们管了嘛，我也不能太乱讲话。但是这个东西是他们的信仰嘛，是他们的应该做的事情嘛，这不是。所以一开始来跟各位讲其实你要彰显你自己的伟大，就彰显你父母的恩德，彰显你宗教的一个博爱。重要是你的行为，你行为做得好别人自然认为是说，因为你信这个宗教，或是因为你的父母教育的好，那么这是你的一个荣耀。所以这个事情有时候不是在于我们要信什么，或者我们要去坚持什么理念，你的行为代表你的理念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它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感到疼痛，你是活着；但是如果你感受到别人的痛苦，那么你才是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道理在。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一个理念，每个人他自己的心里的那一个信念。所以说普丁就给这个未来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川普他就给他一句评论是什么呢？普丁就像戈巴契夫没头发，不是普丁有什么？川普有头发他只是头发比较少一点。因为你要知道，那特朗普他是快秃头了他是把后面的头发跟旁边的头发往中间集中，然后还染，事实上他已经半秃了。不要怪人家78岁了，秃了也是很正常。所以说普丁就说川普他是一个像戈巴契夫一样自我陶醉的自恋者。戈巴契夫不是一个苏联人吗？他是瓦解那个苏联的吗？那为什么你要去谈他呢？就很简单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他做了错误决定，他上了美国的当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被那个普丁下这个评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社会动荡跟世界变化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跟我们去学的一样，什么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个差别是很多的。而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谈到世界上可能会有随时这个世界大战，所以是说美日韩三方对台要对付平壤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北韩去炸掉他们南北韩交通道路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谈过这件事情。北韩为什么要炸掉那个通路呢？公路跟铁路呢？就是避免南韩攻进来。他讲的义正言辞就是说我要把你打掉。那没有，那是怕南韩打进来，因为他应该收到情报了。美日韩三方就是应该准备什么，避免平壤他去成为俄罗斯的军火库，帮他做子弹。现在还要派那个佣兵过去。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那是不是你那个俄罗斯多一个血袋呢？对，血袋虽然不是很大包，但是也算是个血袋吧。对，对他们来讲是比较不利的。所以当时我觉得炸掉原因跟各位有谈过，它可能就是防止南韩攻过去，因为你渡河跟你从桥上硬攻过去那个完全是难易度是不可同日而语，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天灯上去评断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在的消息，就是说他们要对付平壤代表是说我们之前的预测可能也不会差太多也不会差太多。所以现在这个目前为止，就是俄罗斯的战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包含的是说我们看到俄罗斯送了几颗真果树的那个极音速导弹。去打过去这个其实，各位应该这几天都应该看到这个打过去是没办法防御的10马赫的一个速度连沙老师都打不过，沙老师才5马赫而已，对，他就那个极音速导就10马赫，那10马赫其实他要打哪里，其实整个北约应该都是非常的害怕，因为川普上来了，所以后面应该都是很害怕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在俄罗斯他现在也是准备去盖场大的，他甚至不惜去下了一个新法令，也就是在昨天11月23号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丁他就签了一组新的法案，就是允许你已经欠那个外债的比如欠银行欠谁的债的1000万卢布以内的那基本上你是要去签的是说我当志愿军人，我要去乌克兰打1年的仗，那么你这1000万就可以1000万卢布的债务就可以免除。那昨天新签的还热的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场战争当然我希望它大概是下个月应该是会进行了一个象征性的决战。那能不能打上1年我觉得是比较不可能再打上1年。但是呢，俄罗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进行了一个大征兵的状态？那么就有可能他要去把他占领的地方要变成他自己接管的地方，所以他需要很大的兵源去建立起他的防线来去防御，是说乌克兰借由北约力量，然后喘过气来之后要反攻。这个状况其实是我们现在可以预测的一个事情，因为它不是非常急调，它是征兵要去怎么样呢？要往前线去送过去，它需要能够住这边1年之久，然后把你防线建筑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你要退伍，你再回去。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是说，这个乌克兰它大概我们等一下谈乌克兰比较细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是说，它大概已经没有救了如我们之前这1000天来的预测基本上它大概最好的状态我是指的是最好的状态，就是在基辅以东就交给俄罗斯，基辅以西留下他的大粮仓，让他们以后好好种田。那这个应该是乌克兰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其他的更好的结果就看俄罗斯慈不慈悲因为他现在是谈和谈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好处，因为他怎么打怎么赢怎么打都怎么赢，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而回到美国这个一切事情跟美国都是有关系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川普人家说他是 2.0 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再一次的复辟人家张勋复辟对不对？10来天就搞砸了，是不是？川普复辟他确定可以拿4年，是不是真的有4年？我也抱持一个问号，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先不管这个特朗普老前辈这个老先生他的身体状况如何，你要让他去管理一个全世界最大压力的工作职务的时候，那么
他的身上能够扛起来的元气到底有多少，真令人很怀疑。他跟拜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平心而论哦，这两个人格特质是不一样，因为他们盘不一样了，所以他们人格特质是不一样的。那个拜登啊，他是很会去利己的人哦，他是知道怎么样去利己，他不可能把自己逼到绝境，这是拜登他一直以来的算计，因为他是一个很老练的政治人物，他知道没有一件事情啊，是说他一定要达成的，因为他知道政治是永恒的，那么我只要在这个时候我胜利就可以了，以其他的事情我不管。他很懂得是说美国那个政治这场游戏，他处理不了的事情，他就不会去处理。比如说关税吧，他对中国的关税，他在川普刚第一次败选的时候，我们就有说过哦，老朋友应该知道，我就说拜登他这个人，他一定是联合别的人来去围堵中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更好的策略，所以说我只要不改变，那就是最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看他这4年做下来，其实跟老师预测结果是差不多的。那特朗普就不一样了，特朗普老先生啊，他是有一个使命感跟责任感的人，他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救世主啊，懂我意思吗？他自认而是的时候，他就不会像拜登一样，我去休假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特朗普他休假的次数一定是会比拜登来的少。那么国事繁剧，人垂垂老矣，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扛得住这个任期呢？所以这个就很问号一件事情。那当然，现在很多朋友就是说，那个只要特朗普只要做完4年了，下一任总统一定是伊凡卡哦。我还是跟过去讲一样，怎么样哈？我再掉期，我也不会觉得伊凡卡可以上来，哦，这个是不可能的。只有我再掉期，就像上次有人跟老师开玩笑说，那柯文哲会上来，我还讲一句话，就算我再掉期，柯文哲也上不来。伊凡卡我也是这样觉得，好吗？好，那有些人个人看法，我只是说我的看法而已。就在川普2.0的时候啊，就这个现在已经10天了，那很多人就说他是马戏团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啊，前2个礼拜我们说过这个司法部长。哦，他是有这个性侵的前科，怎么会找有性侵前科的人还在调查有嫌疑犯，且是性侵未成年人？然后呢，他可以当司法部长，你让一个罪犯去管这个法条，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荒谬的事情。结果果然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泄露性丑闻，所以是说呢，这个盖茨啊，这司法部长啊，他就直接放弃了，辞去司法部长，还没有上任就先丢官。对，你还本来就挂印求去，不用，你连印都还没拿到，你就先走了。为什么？就毕竟就是他们共和党里面的参议员啊，也不同意，是说你这个人事案过去是不行的，因为你不能让一个罪犯又是性侵罪犯，对不对？这个美国是重罪啊，这个性侵未成年在美国是重罪，哦，这个是很不行的事情。所以说他就直接放弃司法部长，对不对？那几个小时之后啊，川普又怎么样再去提名下一个司法部长是谁呢？就是前佛州检察官啊，叫邦迪的人成为他的一个司法部长。但是呢，这个会用人跟不会用人啊，差这个地方还是差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性丑闻的案子啊，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盖茨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有性丑闻的，就是我们说的他们的一个电视主持人的国防部长哦，比我们的律师还要更优秀的哦。这个主持人的国防部长当过兵的，还是当过兵的国防部长，那当几年兵了？当国防部长他又被陷入了什么性侵的指控，所以是说他能不能去当国防部长，又是成为一个问号。就变成是说呢，现在川普他们的一个团队指出来的这些人啊，很多人都是有问题的啊，大部分都是性丑闻。所以说他敢不敢把罗利岛的事情给他公布出来？我跟你讲，川普一定不敢，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多少人的下面多少人，跟罗利岛牵扯到关系。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啊，因为他自己只看到他自己，川普看不到他自己以外的人，他是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这样。我就是世界，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对，跟以前的高凌风一样，他说高凌风他最红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舞台哪里就是舞台中央。对，这个之前的高凌风现在他已经先去了，我们只是讲他以前讲过的话，他自己在节目上也有讲过。所以说我们就发现是说他现在抓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啊，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包含是说你现在他宣布他上任之后要全面驱逐所有非法移民，各位听清楚是全面驱逐。那这里面包不包含中国的那些走线的一些勇者呢？也就是所谓认人呢？这个抱持了极大的问号。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接收。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很多人说啊，中国做得多痛苦啊，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都偷渡出去了，认出去美国啊、欧洲啊、英国哪里的？对，认出去，你觉得认出去是中国的问题吗？认出去不是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挡你，你认出去，中国没有挡的，但是你回不去啊，懂我意思吗？你是回不去中国的，你想回去也回不去，因为你认出去就认出去了，你就算哪天你发现你自己过不好，想回去了，回到家那也不行啊，你回不去了，除非你拿了美国护照。
懂老师的意思吗？他是不可能回复中国国籍的，像那个什么甜甜圈什么的，也是回不去的。因为甜甜圈他自己把护照撕掉了啊，甜甜圈应该各位都知道吧？他把护照撕掉了，他去哪里补办？你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他是身份？没有，就算大家都知道你就是那个甜甜圈，但是中国大使馆也不会让他回去。为什么？因为你好不容易出去了，我干嘛把你收回来呢？对你回来会不会变间谍？谁知道？所以全面驱逐这些非法移民的事情，那么它包含了无论是拉美移民，或者是那些其他的地方来的一些难民啊，比如说包含中东来的、叙利亚来的啊，那这些有没有办法驱逐走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是非常非常大一个问号。那如果你真的驱逐他，那么其他国家愿不愿意接收？哦，跟中国一样，他愿不愿意接收被撤回来的那些非法移民？这也保持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当然，墨西哥可能会愿意接受吧，因为墨西哥对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很放任，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东西啊，它会不会影响到通膨，或是影响到它社会的动乱？那关键就在于是说，2026年他们还是有期中选举。各位都知道，美国它每2年就要选举一次期中选举啊，就是总统以外的啊，你那个参众两院都要换大概1/3的人。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完全执政，你是成为问号的。包含像民主党啊，民主党它第一年、第2年好像我记得它是完全执政，但是你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你没有完全执政的时候，你就变成像奥巴马第2任期一样。基本上你是想做什么，你是做不到的啊。比如说你要让利很多，那这个又变成一个协商政治。那协商政治到最后你又变成什么？协商政治变成妥协政治。妥协政治状况之下，你想做什么你也做不了啊。这个是跟德国的红绿灯是一样的，你想做什么你也学不了。所以说啊，这个在川普这个状态，他的选上来的人很多都是有案底的、有前科的。那么在德国《镜周刊》啊，哦，这德国《明镜》啊，不是德国《明》讲错了。那德国《明镜》啊，这个周刊啊，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呢，如果你选了一个小丑，那么你就看到整个马戏团。那现在川普他现在一出来看到2个小丑，第一个是国防部长，第2个是司法部长。你有2个小丑，那有人就说你川普根本就是一个大马戏团，对，你来上面是给我们欢乐的吗？所以就会变成很大的问题。而川普还没上台啊，美国证监会主席啊叫做席格勒斯，他就宣布川普就职的那一天就是他挂冠求去的那一天啊，这个是他已经上任，他可以挂冠求去，那是可以的。而我们之前也谈到，川普他要整顿教育部，希望能够解散了整个教育部，变成各州的都是自己的一个教育计划。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亡国之举啊！我还是跟各位讲哦，这个不容易啊，达到的状况其实很难，基本上是达不到的，因为他自己的参众两院可能就过不去了，参议院可能就过不去了，就参议院应该是过不去了，我觉得这个大概率是过不去。但是你教育的状况之下，你只是大刀阔斧就让性别分成2元之后，那么你有没有去做好他该做的事情呢？那你现在美国现在的那个90几种100多种性别的状况，你真的能够用强制2种方法去把这个过去的伤害给他弭平吗？那已经变性的，已经写他自己是酷儿的哦，已经写了他自己是超越精神种类的哦，这很多他们的性别很多很奇怪。有一种性别老师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我是一个属于在不同情绪状况会自由转换性别的一个性别。我就是说我今天想身边男生我就男生，我想变女生就变女生，我今天想早上是男生是男生，下午是女生是女生。好，这个是说我自己认定的时间是时间，或是也有人说我是随着春夏秋冬所不一样，随着季节而改变，或者气味而改变性别者。好，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一个模式了，你要怎么样很能够把它在短时间内消灭掉，变成只有男女2元啊？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在美国称为觉醒文化，这个是很难的一个状况了。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是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川普1.0的关税总工程师叫莱特海泽哦，这个相信我们之前都听过，他要去据传啊，他要担任贸易沙皇哦，贸易沙皇其实就是管这个贸易之间制裁的一个相关问题啊，这个事情也是不容易的哦，这个事情是现在跟4年前的状况已经是不一样的。而接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检讨美国啊，你现在的政治不稳定，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是过于精英政治呢？所以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就认为是说，老师我还是觉得应该把小孩送到欧美去。那这老师其实都是尊重各位啊，我们不要来问我行不行啊，你跟我找我算卦，我一定从卦里面讲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那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观念，我一定跟你讲不行啊。为什么？其实因为在欧美是一样啊，你要成为精英的话，你必须上大学。上大学那就不是你一般快乐教育可以去上的地方。你要上大学，你有很多的一些条件，你前置条件，包括你课外的活动，或是你有一些比赛的成绩啊，或是你做一些发明的事情等等一些很多综合考量，你才能够进到比较好的大学。你不能去过水大学，你过水大学没有用，你知道吗？过水大学你不如在你自己的母国里面当个过水大学，对不对？你随便上个大学大专，你可能都比去外面
花个几百万台币、几千万台币跟几百万人民币来的好一点。因为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跟亚洲学习方法是一样的，你从基教念到鬼教。对不对？这个是必然的一个事情嘛。在美国，在哪里都是一样，基教练到鬼教。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为那个部分的人，你就必须吃这份的苦，学习的苦你是必须要去吃的，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愿意，但是世界上就是如此。然后现在更奇怪的就是中国现在教育也是很奇葩哦，不要以为我在说中国好，没有说中国它很差，它既要美国多元学习，然后又把他们自己原来学习的东西变得很复杂化。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它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搞什么奥数啊，或者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那些东西根本是不必要的。教育是要纯粹到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教育的意义，跟学习到我需要的技能。说实在的，你现在中国那个教育方法真是四不像啊，跟我们台湾过去过渡现在也是一样，都是四不像。你到底学到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目标就是考高分。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在运用上面，在你整个人格发展上面，在你整个的那个教育培生上面，你根本得不到什么东西。我说为什么过去的大学生他们出来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现在大学生毕业，我说我3000块都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学的是我要大学毕业，但是我大学毕业我能做什么？到大学毕业那一刻我都还不知道。那美国、欧洲也是一样，所以说他们就偏得像精英教育，就是你上了一定的大学，一定的什么样的等级的学分、学历的，你才能够从事某方面的工作。好，从某方面的工作，那你是不能够是说你没有这个学历，但是你想去从事高端的工作，那是不行的。好，那是不行的。好，说公不公平，它是公平的，因为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一个这个状态。但是在美国现在的状态就是70%的人他是高中毕业的水准的状况之下，这样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门槛就变成，你以前告诉我们学习快乐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我想改变我的命运，我想往逆势去发展，我必须要 college 以上的。哦 ，college 还是学院而已，还没说是要到大学，顶大那些我都还不算哦，是不是？那你跟我讲的不一样，加上我现在还有还有这个学贷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出路的一些考量都有很大的争议，而且加上我学习资源也不平均，我想念好学校，但是你让我不能够念好学校。哦，这个很多事情到他们自己的蓝领阶级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话你要怎么去改呢？你得从教育上去改。那如果按照川普的理念，教育是由各州自己去办理的状况之下，那么你求学你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趋势化，你也没办法形成一个体系化，那么美国做出来的人才能够继续下去嘛？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我们之前一直谈到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美国我记得按照数据是用背的我现在没有特别的理念背下来世界数据。我觉得2020年的时候那个美国的论文有效论文是有用的论文不是那种腐烂的论文是中国的4倍中国的4倍。到2023年的时候，中国的数量已经高过于美国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它的速度是非常快，当然因为中国它的高等教育是做的比较深一点的，但是这个深的出来，他们培养出很多有很厉害的大学生。但是还有一大半大学生是基本上你是很难去生存的。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大学生，你毕业你3、4千块的工作，你是在不同的省份可能就3、5千块6、7千块那慢慢从实习看看转正。但是如果你是学的是电焊，如果你学的是一些专业技术的，对不起，你一个月没有个7、8千块，你还请不到这种基本的技术人员。我们不要说去扛个砖头搬家，都不用去想。就光有专业的技术人员的时候，你大概就是7、8千块一个月是基底，你还请不到高级的焊工，你一个月2、3万，你根本还请不到。也包含比如说舞台设计或者是一些短视频的那些摄影师你没有个8000、1万的，你也还请不到。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本来是要请看看的，我发现我请不起，通过太贵了。但是呢，请个大学生很便宜，请专业技术的很贵，那这代表他们教育开始失衡，这个状况是有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美国跟欧洲他们现在整个的一个要适应的期间，就在于是说政治的不安定，尤其是美国政治的不安定，还有加上美国的社会不安定，所以造成很大的一个状态。而川普到这个时候因为他这次选举上来，其实很大的工程应该是可以归在谁身上呢？归在伊隆马斯克身上，毕竟他有那个 Twitter 那个 X。那么他这次就发现了，原来他这个舆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是说他这次用了很多的一些电视圈的人来变成美国的一些内阁成员，也是各部的一些权力的首长。那这个事情当然是不好的，因为你能讲跟你能做那是两回事，好像老师一样吧，对不对？我能够讲，但是我能做吗？我不一定能够做我可以跟各位指点江山，那是因为卦显示出来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叫我说按卦了，我去帮你做行不行？那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我就不是这样子的能力的人，对不对？所以能讲的你不见得能够做，是不是？那个差很多的。
但是啊，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说特朗普啊，他现在也是要修改他们自己的 FCC， 也就是台湾像 NCC 这样的委员会吧，就是管这些电视媒体的。总统是不能够介入媒体的，这个是在美国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先进开发国家、民主国家，这是很确定的事情。但是呢，总统不能干预，但是呢，这些 FCC、NCC 是可以干预的。比如台湾 NCC 就测了中天的照嘛，对不对？这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对的我不管，反正他就是有能力测他的照。那美国的 FCC 也可以撤掉那个他不喜欢媒体的照，这也是可以的。能不能做？当然能够做啊，对不对？反正你在申诉嘛，申诉的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要做，他就去做。说到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已经很明白的可以知道，特朗普只要顺利的即位之后啊，他已经大刀阔斧的去做一些立刻可以看到结果的事情啊，很多人会拍手称快，总算等到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因为低下的百姓他并不会感觉到太多未来的变化，我就是现在变好了，我就觉得你很棒，对不对？我现在就是一个 happy time， 那我就及时享乐就可以了嘛，是不是？但是你这一样的事情，你让它拖到后面啊，就是可能在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或者在2025年的下半年到2026年的时候，可能就出现美国会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包括你经济也协调不了，还有很多的一些状况不行。所以刚才第一个讲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那个贸易撒谎啊，它其实基本上一直会维持它过去对中国或对其他国家进行的这些关税策略。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要把中国去剔除掉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可以把中国的税率调高到60%，中国商品调到60%，这给美国带来什么样毁灭性的打击呢？第一个毁灭性打击就是百姓你又要面对到一个非常高速的通膨时代。当然，他一定想办法降息，然后说啊，我有钱，所以我降息。那你要让你们的资金活络一点，那你们的房贷压力少一点，我立刻可以享受到。而你们的关税提升之后，百姓在这个关税成本买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大概需要3个月、半年的时间啊，因为毕竟你海运啊、报关都要时间。那么在那个之后，那通膨又会非常高速的飞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提高关税了，东西变贵了，美国人要更多的钱去买它。说关税的方法是特朗普他已经跟所有选民去承诺他要做到的事情。那么他会不会真的去落实？他会去落实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去 keep her word 啊，他自己的话他一定要去做到。因为他做生意就是你说到的就是合约精神嘛，你一定得去做到。加上他这次用的人啊，都不是政治圈的人，所以没有人可以去拦住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那中国被受到最惠国待遇的话，它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会，中国的也会受到非常庞大的影响就包含他们对美国的销售可能真的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因为你关税提太高了，那么我不一定跟中国买，也是一个选择。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东西贵到跟我美国自己生产的是差不多钱的，那么我当然不一定要跟中国买嘛，这个是不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跟美国自己的工程去买，那么就很简单，你的百姓的负担就会变得很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讲到波音跟那个美国港口这些抗争事件，6年要涨60%的40%到60%的薪水，你6年之内就要涨40%到60%的薪水，那么请问一下，你的收入6年之内能够涨到60%的薪水吗？不行。因为不是每个产业都可以一直不断的涨薪。比如举例来讲好了，你如果现在吃的一个麦当劳是5块钱，那你在6年之后如果变成10块钱，那你的负担是变重了。而麦当劳这种食物又是变成是他们的底层百姓是必须要去吃的，因为便宜，对不对？那本来是一袋可能3块钱的苹果，那可能会变成8块钱。那么你要怎么去负担这些事情呢？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严重，他没有办法去承受它提高关税后面的一个限制。当然还有包含了晶片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好，在这里老师先跟各位看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上个礼拜本来应该给各位补课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一半没有讲到，老师一直找时间想要补课，但是实在是写流年实在太忙了写到我昏天地暗，老师已经开始批了啦真的我要改变这个模式，就是说一定要写的细一点，越细我真的是毛烧的越多，OK，各位见谅一下那我们尽量都把它讲出来。中华队旗开得胜，成功夺冠了，感谢感谢真的感谢多少年了，台湾没有夺冠了真的是感谢真的是夺冠了，太棒了真的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好吗？就需要感谢我们台湾的这些棒球健真的是争光了真的是争光了亚洲赢的嫌疑这也是有，燃烧把火鸟川普搞漂亮国这不要写漂亮国了，就美国了，这边不是内地不怕内地不能讲美国会有讲政治的嫌疑，中国不能讲政治这个
所以说老师后面很多事情不能更新，就是他一直被平台的说，你虽然是私人的这个那个频道里面啊，没有对外公布，但是他们还是不建议我把这边直播东西搬过去啊，毕竟是跟政治有关系，而且我也不会讲中国的好话，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喝个茶吼，真是很开心。好，我继续啊，趁个空档你按个赞嘛，对不对？200多个人你按这63个赞，老师也是会伤心的好不好？哎呦，我弱小的心脏，肥大的身体，弱小的心胸，对不对？你给我一点，给你个鼓励嘛，是不是？啊，总是要有的，好不好？我都那么胖了，心脏还那么小，对不对？你给点赞，也是应该要的吧，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继续下去哈，不浪费时间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刚刚讲到俄罗斯这个事情，他用真果束飞弹死马赫打击目标，目前无法拦截这件事情已经成为确实的。而这个状况，我们也知道，拜登其实上礼拜真的是应该要跟各位开个专题，就是说，拜登他是允许乌克兰现在使用美国的武器打俄罗斯，而且他已经发射了但是被俄罗斯拦截了。这个事已经变成一个事实了。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民主党政府尤其是拜登，他自己是很欢迎川普回到白宫来重新执政，但他心里一定觉得非常不爽。对不对？等于是他还是间接的被川普打败了，说这个事情他一定很不爽，所以他现在要把整个局面搞乱这个事情当然是美国总统的权限范围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他也要对他的金主有所交代毕竟你飞弹不消耗，那你要怎么样去买新的飞弹呢？这些都是钱，打掉你不打掉，你让他以后退货吗？各位懂老师意思吗？美国他的武器放在乌克兰那边，那是卖给他们，那不是送给他们的，好不好？军援是援助，不代表你不用付钱，各位懂老师意思吗？美国给乌克兰所有东西都是要付钱的这不是 free 的free 这种事情就那个傻大个儿那个中国大陆会搞的事情，美国不搞的你们一切事情都需要 pay me money 这个是必须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的乌克兰战争，如果你现在还不让他发射飞弹打去这个俄罗斯本土很多武器他没办法使用，那么这个状况之下，以后如果战争结束，那个武器是不是要退货？贵多老师意思吗？你武器是可以退货的你退货回来，那哇靠，那我的钱是不用赚的，所以你赶快打到俄罗斯的境内，反正其实大概也知道，被俄罗斯大概是会被反制的，应该是会拦截，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那问题还是在于是说什么呢？这个俄罗斯他在2024年如果我们过去在2023年所跟各位做的预料到是什么呢？俄罗斯在2024年夺取乌克兰的土地是去年的6倍就是说他2024年他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的缴获是2023年的6倍。6倍你知道吗？6倍是不是？那当然，乌克兰想反攻回去到俄罗斯的境内，那简直是什么呢？简直是那个小绵羊入了狼群，你知道吗？你俄罗斯他这个国家，任何国家要去他国家里面打仗都真的都是玩命，因为他耗得起，你耗不起。这么广袤的国土，俄罗斯人都没有办法活超过2亿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领土了，你还活不过2亿人，他就1亿多人。那请问一下，你觉得那么大的土地，你在后面进攻，然后你找不到人的状况之下，你的部队是能够撑多久？有懂老师意思吗？这么广袤的土地，你冲进去，你等于冲到一个无里雾之中了，你没有办法往前走的。拿破仑在那边都是丢盔弃甲的，你不要说是乌克兰人了，那个拿破仑都完蛋了，对不对？轮子都破了，你知道吗？那怎么完蛋的事情对不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怎么可能会赢呢？你进到俄罗斯土地里面，多少人是被他放进去，然后冻死在路边的？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拿破仑就冻死过全军覆没的事情了，更何况是乌克兰，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你带过去的一些军需粮草那是有限的，你内地被侵扰了，然后你再往外去突，你突得了多少？你让别人远交，你以为别人可以首尾不及那个是不行的，好不好？那个战力是不能够这样去看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普丁其实非常感谢的是拜登为什么呢？因为你让这个美国的武器可以进入达到一个俄罗斯本土的状况之下，那吓死的人、非常害怕跟恐惧的人，一定是特朗普老先生。为什么呢？因为普丁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我就可以扩大动用核武范围他就很确定了我其实只要是你们北约的人你对我觉得你有危险，我就可以用核弹去攻击你们。这个普丁已经修改了这个一些条例，他已经修改了这个不是他将要修改，我们之前讲是他将要修改，没有，他现在已经修改了，是不是？我看你们不爽，我觉得你们对我威胁的时候，我就送过去，他一颗核弹灭了捷克，那是没什么问题的，跟董老师的意思吗？2颗把波兰变成世界上不能够再踏足的土地，那也是办得到的。那么那个北约现在就非常怎么样？非常紧张，现在就开始在北极圈去练兵。
为什么？因为他很怕这个俄罗斯从那边攻击来，他们也是没有，他们也是会登岸的。登岸的话呢，怎么打？飞过去，你可能轰炸人就跑了，是不是？登到俄罗斯从那个北极圈里面插过去，然后直接给你登岸的话，那就很难讲了，那就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说，乌克兰他们之前也讲过，他放弃收回克里米亚，不是你放不放弃的问题，你根本都拿不回去。那也不要说什么了，你已经你所有失去的土地，你也收不回来了。更甚者，这2天呢，泽伦斯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有说，他后悔心打了这场战争。你这后悔有什么用呢？天津南北早知道啊，对不对？你启用一个电视的名嘴变成国防部长，你可能会出事。但是你启用一个演员，你当的你的国家的总统，你能不出事吗？各位懂我意思什么？你请一个演员当总统，你国家能不出事吗？不是瞧不起演员啊，你是根本是半路和尚，你怎么去懂得政治这个行业呢？所以选举这个制度是一个有问题的，直接民主它是一个有问题的制度。你让一些没有经过政治素养的人进入到一个政治圈里面，那么你连给他实习的机会都没有，他就可以毁灭你自己的国家。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哦。比如说是什么宋徽宗啊，对不对？他就会这么写毛笔，是不是？写到最后国家都快亡到他手上了，对不对？说很多事情你是经过培训出来的政治领袖，那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普丁吧，普丁他是一个政治培训出来，专业政治培训他出来的，盖世太保。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培训出来的？那中国的话也是一样，新加坡也是一样，是不是？马来西亚也是一样。这些政治稳定度为什么比较高？虽然还是有些争执的，但是毕竟他们是要慢慢一步一步上来。你不可能今天早上在报气象，然后呢过2年你开始到了总统府里面做咨文，那行吗？那不行，好，那是不行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一个很奇妙的世界，就是你不应该有权利的人拥有了权利，那么你这个事情当然就乱套了。而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普丁他已经修改他自己核战的党纲之后，不是党纲了，就是他们的国策之后，那么第二个有核战能力的当然就是我们特朗普老先生。特朗普老先生呢，他曾经有讲过是说他不反对那个核弹打到欧洲去啊，这个在2016年的时候他有讲过这句话。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现在网络上也都被翻出来了啊，就是说他并不承诺啊不把核弹射向欧洲。好，这个事情是他讲过的，不是我去说他，好吧？这我不去说他，选完了嘛，对我对他的评价应该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核弹的人2个狂人在手上都有核弹的时候，加上最狂的是金小胖，他如果手上也已经去取得了核弹，包含伊朗你也取得了核弹的状况之下，那么这场战争要谁打谁赢，那都很难讲。当然，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这些核弹尽可能的都不会射向中国大陆。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它是可以反击的，第二个就是说呢，中国大陆不但可以反击拦截你来的核弹，而且中国还可以用极音速的东风快递快递到你家，而且你还防不住。你打中国，中国防得住，但是中国打你，你防不住啊，跟现在俄罗斯也是一样。但差别就是在于俄罗斯有没有这么多极音速导弹。中国它现在的东风快递它可是很多的，它日以继夜的一直不断的制造啊，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本身还是有差，中国只能毁灭世界1次，俄罗斯可以毁灭7次，那个美国也可以毁灭7次，对不对？那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说第3次世界大战一旦打起来了，那真的有可能在接下去第4次的时候，世界大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回到骑马打仗的时候了。哦，那个状况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维度或另外一个文明要去搞的事情。但是老师相信啊，这个状况即使要打下去啊，还是会有一个限度啦。啊，毕竟我推背图讲的是 AI 会统治，至少是中国。那现在目前来看啊，然后我觉得我的预言是不会差太远的。好，这是我活的时候能不能看到就是一回事了。所以在美国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面呢，他们的军援呐，还以色列战场上面呢，他们的一些武器啊、弹药啊，现在消耗的是非常多。而问题就在于是说，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军事国家，但是第一个核弹它是不是单一它有的？好，过去美国想要核弹去收拾中国，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现在中国自己也有核弹了。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事情是，美国你要补充你自己的军火弹药，你要走个非常冗长的一个行政批文。为什么？你要从这个军方跑了种种的印章评估之后，开会决议、审议、调查，然后下到这个军工厂。军工厂过去之后，你还要验收，然后还要生产，还有很多事情，然后过来过去。所以说，美国现在在世界上2大战场，包含了乌克兰战场跟巴勒斯坦战场上面，他们消耗他们的一些粮草，还有他们的弹药是非常非常的多了。所以在兴起的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变成不是独强的世界大战，因为一个可以损失，另外一个它可以制造，可以制造是包含俄罗斯跟中国，它可以一直不断制造它的武器。比如说中国现在很确定就是它的海军现在是造舰速度是非常非常强。
所以说过去啊，在那个市场时期，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大清水师，但现在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也会有很强大的中国水师，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那中间一个很强，曾经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的水师啊，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军啊是非常强大的。这以前现在已经撤退来台了，而且又经过这么多和平的时间，老兵已经玩完了，所以说现在海军就没那么强。以前中华民国的海军啊，郑老师当兵的时候是知道的，当时我的学长那他们是非常强悍的事情，但现在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美国的 USCC 啊，就是美国国会的这个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啊，它可能去除中国的这个最惠国待遇。所以说他就可能把他的一个关税提高到60%，这个事情啊，如果真的成真啊，对美国一定有杀伤力之外啊，另外就是台湾呢，但是中国收回台湾了，如果你已经60%，那收回台湾只是变200%，那其实收台湾就没有压力了，因为60%跟200%是一样的，因为我根本就卖不进去，那台湾有跟没有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就没有去注意到，就是说当美国把中国剔除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就等于让中国去攻打台湾。因为他不需要顾忌，你60%我东西都卖不进去了，何况是你200%呢，都过不去，那我不如就直接往回家把那个隐患给他收掉了我们不能说不孝子，因为我们是他的长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在前，把我们的父祖辈收拾掉一下，这是前朝余孽收拾一下，那对中国来讲就是举手之劳了，这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他如果是已经授权了去用美国武器去打俄罗斯，俄罗斯也趁机的是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状态去调整。那么现在就看川普他有没有足够的智慧然后让这件事情画下一个终点。老师相信特朗普他还是有这个魄力可以去阻止或是终止掉这个乌俄之战，因为毕竟他牺牲的是乌克兰的利益，不是他自己的利益，也不是美国的利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可以趁了俄罗斯的心意，我就不打了我打到的地方我也不还了，就这么着吧反正你们再动一次，我核弹就伺候，对不对？那这个实际上来讲，特朗普是玩不过普丁的他是非常欣赏普丁，但是他同时也不是普丁的对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好吗？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其他的事情这个我们其他先跳过。所以说包含到了我们先看到以色列的状态其实它很简单一句话包含了是在昨天吧，安理会还要提起了这个加萨走廊那边要停火决议，14-1被美国一票否决，代表是说这个巴勒斯坦战争美国是必须让他打下去的，因为他爸爸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以色列的犹太老大犹太老爸在那边去处理，所以是说这个事情其实他会害了以色列，因为他如果现在停火了协议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可以恢复国力。你现在如果是不让他恢复国力，不让他继续磨马练兵，把他前面的这些年轻人招回来重新建构一个富足的以色列。以色列的国家太小了，他打不了多久不要看以色列兵强马壮，我们要知道在兵法里面就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现在他就在再而竭了，再打下去，以色列就把自己打到亡国的状况都有可能。所以各位我们等着去看好不好？这个也对以色列是不好的一个事情。而最后10分钟我们尽量把它讲完我今天只讲一半，真的是昏倒，我太爱讲话了。所以我们最后一个东西就在于是说了，这个在拜登现任最后一个状况之下，还要收紧对中国的一个晶片的禁令为什么呢？就是让它那个7奈米以下的晶片包含了三星、包含台积电都不能再卖给中国。这个状况当然是对中国是有影响的，因为中国虽然可以产，但是它良率不够高而且它产他们的7奈米他们要本来9道工序的要被增加到32道工序，而且他们的设备也容易损坏。但是损坏归损坏，工序多归多，但是它做出来的成本那大概还是跟辉达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售价多也差不多，但是辉达它利润很高，所以是说这两个比起来，其实对中国来讲，当然是我能够先买到现成品来买到你的良品，那么总比我自己做来的好，所以它现在还是有拼命的囤货的状态。但是能不能呢？这个事情就是要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说中国它能够做7奈米、5奈米，说它一定可以全部独立到所有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能够他们自己能够去买到的，他们就不会自己去研发。这个是一个算是华人，我们算是黄皮肤的亚洲人的一个通病。我能够买到的，我就不会自己去做，包括印度也是一样我能够自己买到的，我就不要去研发了，花那个时间干嘛？我研发出来的也是你次世代的东西，那我不如我就买你最新的东西来得更好吧，对不对？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惯性。所以老师之前跟各位讲说，美国如果只要全面开放晶片的购买，
中国的科技业一定兵败如山倒。他怎么样努力啊，都激不起那些研发人员的心里面的状态，因为他会把最新的去刺激他。哎，你现在做5奈米，我现在可以做1奈米了，那信心爆棚了，对不对？那信心不是爆棚，就被自己的信心那个自卑感就爆棚，我就要去研发，我觉得很难的事情。所以说啊，他如果川普现在要收紧，不然拜登也开始收紧这些晶片的措施啊，其实即使他们知道这个中国会有危机感，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做。为什么？一做起来，拜登这个特朗普就可以难看了。那既然特朗普难看，那拜登就爽了，对不对？老头子吵架，他吵的是一口气啊，他不管后面的什么事情了。各位，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吵架，那个公园老头吵架，他吵的会比年轻人还要更杠子头？为什么？年轻人可能还想到后果，对不对？老头子我没有管了，反正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我不爽就给你杠到底，是不是？了不起我躺路上啊，对不对？我讹你啊，是不是？我是碰瓷啊，不然想怎么样？哎呀，来人呐、你看打死人了，是不是？老头打架最可怕了，所以现在拜登也是老头子打架的状态，就是把所有事情变得非常困难。那你上任之后，你只要是对中国放松，那么是不是代表你对中国的一些严厉的选前的承诺都是假的？跟懂老师意思吗？拜登现在说的越紧，就是让川普以后没办法放松，一放松他就不是川普啊，他懂得去攻击川普这个他自己的自尊心，说拜登他是攻心为上啊，不可能去跟你搞这些很实在的事情，他就特别玩弄人心的事情哦，这个是真的是只能说是美国的悲歌吧，这也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这也包含了美国也禁止 GPU 去输中啊，就是它不能够运输到中国里面这些 AI 技术AI 技术的一些晶片。但中国自己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呢？目前来看啊，华为、中兴跟华山还有瑞捷啊、盛科啊、云豹智慧啊，他们有共同开发一个 DPU 的网卡晶片，他们称为自算 GPU 重级的连接枢纽。意思就是说呢，我一个晶片我可能不是你辉达的对手，毕竟辉达他努力了30年。